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冰川世纪会降临，寒流席卷全球，就连赤道附近以及中心国家都未能幸免。最开始只是羽绒服售罄，水管冻爆，全城限电，接着去抢修的工作人员因失温死亡，医疗系统瘫痪。仅仅1个月，气温骤降100度，整个城市变成了冰雕牌，树木还未落叶便被冻成了粉末，全球的河流和海洋都被冰封，地表上再也找不到一滴水。如果是丧尸末日，人类尚能一战，可在大自然面前，人类该怎么办？这不是电影，是真的极寒末日来临了。一大早，电话铃声像催眠一样，我不耐烦地接起电话，是好久不联系的表姐。怎么了，表姐？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小萌，这大早上的快别睡了，跟你说个正事，我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开玩笑，你都要听清楚。口气这么严肃，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老姐，你别吓我。我跟你说，我这边收到消息，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史上最强拉尼娜现象或将出现，许多高纬度地区的国家已经提前进入冬季，前兆就是愈发温暖的天气，温暖过后会迎来急剧降温，这也是人类最早的冬季。预计1个月后，全球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气候变冷，也就是冰封降临。神马表姐，什么冰封降临？你是说像电影后天那样？别开玩笑了，今天可不是愚人节。这是你舅舅和舅妈在气象局工作得到的消息，没时间了，我们已经找好了避难所，囤了物资，你也赶紧准备吧。对了，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爸吗？表姐的声音戛然而止，电话像是被谁特意挂断了。这都什么啊？表姐这玩笑开的可没意思。我没有理会，继续睡觉了。第二天我下楼取外卖的时候，发现气温的确很奇怪，已经11月了，太阳依旧万里晴空，我单穿一件卫衣都不会觉得冷，甚至想穿半截袖。过了1个星期，气温依旧异常温暖，甚至有更加变暖的趋势。我不得不联想到了表姐的话，表姐好像没对我开过玩笑。我坐不住了，打算打个电话再问问表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怎么变成空号了？不祥的预感立刻在我的心头萦绕，想起表姐认真的语气。不管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今天必须开始准备了。想到这里，我连忙打电话给女友小花。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冰川世纪会降临，寒流席卷全球，就连赤道附近以及中心国家都未能幸免。自从表姐给我透露极寒消息后彻底失联，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必须做点什么，让我身边的人能好好的活下去。我联系了女友小花，冲进商场，开始疯狂的采购，不买别的，只买棉被、暖宝宝和超厚羽绒服。带着堆积如山的物资，不顾众人惊讶的目光，我拉着小花快步走出了商场。东西明天送到我们新租的别墅。小花，现在我们去下一个地方扫货。阿萌，你没发烧吧？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小花，我没病，舅妈一家都在气象局工作。前天表姐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抓紧时间找避难的地方和囤粮，说是冰封末日要来了。刚开始我没信，可是最近的气温越来越不对，表姐从来没跟我开过这种玩笑。1个月后人类或许会迎来极寒。花费了10分钟，我才把前因后果跟小花讲明白。她虽然半信半疑，却拗不过我，陪着我转了一整天，买了一大堆他觉得用不上的东西。我一直都是个末世男，看了无数的末世电影，可现在末世真的可能要到来，我的内心突然感觉一阵焦虑和恐惧。1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得知消息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周，再算上月初摆烂的几天，现在只剩下了不到3个星期。不能再耽搁时间了。我在网上写了一篇近期天气异常的文章，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的见解和需要准备的文字清单。如果看到的人能相信我，就可以帮他们一把。可是我只是一个小网民，没什么影响力，回复寥寥无几，只有10几条评论，大部分评论是在嘲讽我。可是其中一条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网名叫做王姐批发土鸡蛋，居然真的一本正经分析了鸡蛋天气。这位网友的网名王姐批发土鸡蛋评论说，租带超大3层地下室的别墅的思路没问题，但一定要在内外多增加抗冻混凝土。混凝土强度选 C40， 抗冻等级选 F300， 太阳能发电机必不可少，但要在4周都砌上混凝土，隔挡整上防选用真空玻璃，地上再怎么防御最后都会住不了的，所以要直接转入地下。王姐批发土鸡蛋提出的这些建议好像她真的经历过一样。我不再迟疑，立刻托关系联系了本地最好的一家装修公司，把王姐批发土鸡蛋的话原封不动复述了一遍，费了很大力气，加了足够的钱才搞定。装修工人今天来帮我们气象加固保温。由于我出手阔绰，装修师傅很给力，不仅完工迅速，而且质量很好，完工时间比原定的日期还早了1天。装修的时候，我还让师傅们装了一个壁炉烟囱槽，以备不时之需。我大方的结了尾款，他们临走前，我还好心提醒，可能要降温了，得注意保暖。小哥，你看这天气，今年估计都不会下雪。算了，说了也没人会信。哎，极寒越来越近了。
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极寒末日会降临，气温骤降100度，该如何才能躲过这场极寒之灾？这段时间物资被依次送来，新租的别墅被我们的物资塞得满满当当，已经装满了地下一层。我订购了300箱泡面、200箱自热火锅、50箱零食、30箱压缩饼干、12箱火腿肠、10箱乳制品、500桶装水、100箱瓶装水、200袋大米、1吨面粉。可以长期保存的食物我都买了个遍，如果不是房子里实在放不下，我恨不得把超市搬空。此外，我还买了种子若干、调料若干、日用品若干、猫砂若干。我以为我租的房子已经非常大了，但总感觉远远不够。我又陆陆续续买了一些可以长久储存的食品，甚至还买了很多酒。如果气温实在太低，喝酒也可以御寒。我又储备了大量的肉类可以低温冷冻保存，保质期也很长。只是购买物资就已经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我变卖了心爱的国产之光、小迷你和刚买没多久的小型公寓，以及很多曾经咬牙买下的7星龙珠卡和奥塔曼模型，又借了一大笔钱来购买其他物资，反正这些钱未来都用不上了，再贵的手办也不如一件羽绒服来的实在。阿花也把她积攒多年的存款全都转了给我，我很惊讶也很感动，她是唯一一个一直支持我的人，也无条件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末世听起来如此离谱，她也愿意给予我全然的信任。拿着这些钱，我在家门口安装了监控，以便以后在地下观察地面情况。家里能换成抗冻的东西都换，但是我还是有些不安。地下3层我又找了另一批装修工人检查了一下，确认了之前的装修工人没有偷工减料，并且这批工人帮我再加固了周围的岩头体。在东西添置的差不多之后，我把我的父母也接了过来，而接父母的理由是我要结婚了。如果直接告诉他们世界末日要来了，他们一定不会相信，并觉得自己生了个傻儿子。阿花的父母常年在国外出差回不来，阿花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千叮咛万嘱咐后才挂断。爸妈和阿花坐在一起，嘴上一直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的夸阿花好看，旁边的阿花一个劲的在喝茶，家里一副其乐融融温情的样子。冰封降临的前一天，小花拉我去了一趟珠宝店看钻戒。阿花，都这个时候了，怎么还要买钻戒？如果冰封真的来了，我希望它能纪念我们一起度过的末日时光。来到琳琅满目的钻戒柜台前，我被晃得睁不开眼睛。虽然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词都是炒热度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任何女生能拒绝钻戒，尤其是最爱的男人送的钻戒。看到其中一枚切割规整立体的钻戒，阿花久久不能一开眼。柜姐好像看出了阿花很喜欢这枚钻戒，很有眼色的拿出来给阿花讲解这枚戒指的由来。每一枚戒指的背后都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我们的理念就是用这段浪漫守候下一对得到浪漫的你们。阿花听得津津有味的，我从阿花眼中看见了期待。不说了，买戒指有价，浪漫无价。距离极寒降临只有1天了，小花，我们一定能生存下去，对吧？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极寒末日会降临，气温骤降100度，该如何才能躲过这场极寒之灾？今天是表姐说的极寒开始降临的日期，可我在外面待了一整天，并没有什么异常。直到傍晚来临，阿花，你觉不觉得有点冷？阿花没有说话，而是抬头望向天空。我跟着看去，今天没有月亮，可天空仍然有亮光，是那种不需要路灯照亮就可以看清的天空。我错愕地看着阿花，天空好红，天空什么时候变成了暗红色？阿花，这是要下雪了吗？阿花点了点头，看着天空红的程度，估计雪不会下。我伸出手，一片雪花落在了我的手心，内心的不安到了顶点。极寒可能真的要来了，虽然我做足了准备，但是依然对极寒降临真实性抱有一丝侥幸，直到感觉到这片雪花的温度。爸妈，末世要来了，可能你们不信，但我绝对不会骗你们。这次把你们接过来也不是因为我要结婚，我用了半个小时跟他们解释。听完后，爸妈面色凝重，一言不发。你舅舅一家还好吗？表姐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安全屋，别担心，灾难会过去，我们都会好好的。你表姐也不是莽撞不懂事的孩子，事情应该8、9不离十。末世真的会来临吗？我妈还是不太信，谁也没接我妈的话，大家的表情都很难看，谁也不想末世来临。但是如果是真的呢？又怎么证明这不是真的？孩子他爹，你现在去开车，我们去24小时便利店再买点。行，咱们也得跟孩子们一起忙活，不能坐享其成。今晚咱们吃顿不干净的外卖，也算一家人一起过年了。爸妈，你们别出去，已经开始下雪了。我着急的想叫他们回来，可是爸妈却不听。小萌，没事的，叔叔阿姨也是闲不住，而且降温也有个过程，他们想尽他们最大的能力帮我们置办足够的东西，也是让他们自己心安。可是这冰封马上就要来了，让两老出去总感觉会不太好。我们就在门口坐着等爸妈，聊着天南海北的话题。可是过了3、4个小时还不见他们回来。阿花，好冷，雪开始大起来了，爸妈不会出啥状况吧？我吸了吸鼻子，不禁抱紧了双臂。
就在这时，一辆吉普和一辆大卡车并排行驶过来。吉普车的副驾驶座上，我妈在向我们招手，我赶紧迎了上去。你这孩子，我们一共就去了4个小时，怎么还一直在门口等着我们呢？就是下雪了，我们不得开慢点，出事了谁照顾你们2个小的？你看这天红的多吓人，要下大雪了。老哥，你也别说你家靓仔了，他也是替你们2老担心。下大雪估计要变天了，冬天快到了。大卡车上下来了3、4个工人，开始从卡车上搬运物资。等所有东西都搬完了，父亲给了搬运工好大一笔钱。就这样，我们整理物资一直忙到了深夜1、2点，外卖也没点，就随随便便吃了点泡面，然后去休息了。我们一家人在别墅3层，一人挑了一个房间。现在还不太冷，没必要住进地下室。一觉醒来，因为开了空调，屋内很温暖 ，WiFi 网络仍然可以使用。窗外的雪花从星星点点的变成鹅毛，雪更大了。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极寒末日会降临。气温骤降100度，该如何才能躲过这场极寒之灾？据本台讯消息，由于气温降低，市区明日即将开始供暖。更多的新闻报道，近日多个地区突然出现大到暴雪，局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雪。我国出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降雪，寒潮来袭，呼吁各位市民能不走动就尽量不走动，能不外出就尽量不外出，注意防寒保暖。我的天，我活了50多年，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阿花的父母给他打了个电话，告知一切平安，粮食等物资都很充足。聊了好一会儿才挂断电话。我走到窗边，透过别墅的窗户，看着天空中的雪越来越大，地上的积雪越来越厚，雪花从一开始的硬币大小变成后来的瓶盖大小，再后来竟然如同小孩拳头那么大。天空好像越来越红了。透过窗户看到外面其他别墅庭院门前已经开始有小孩子出来打雪仗，堆雪人，这就是童真呀。稍微打开一道缝，真冷，我打了一个寒战，赶忙关上了窗，看了一眼墙上的温度，室温仍是26摄氏度，空调在正常运作，虽然还没来地暖，但是好在电没有停。要我说呀，你们小孩就是太迷信，我们都不信末世这一说，你们认真的跟什么似的。现在好了吧，只是下雪而已，大雪封路，2个小年轻要跟我们2个老的待一块。你个老家伙，车老别带上我好吗？我才不老。就这样，雪连续下了4天，但只有第1天下得很大，后来每日递减。第5天，雪终于停了下来，外面的天空一直是暗红色，太阳再也没出来过，仿佛它不曾存在过。别墅里的温度稳定在28摄氏度，今年的供暖效果真好，网络仍然畅通。虽然我是没什么太大变化，但是我在手机上看到全国各地仍然有地区不断陷入暴风雪之中。本次大规模降雪是史无前例的，国家给本次降雪命名为拉尼娜暴雪季。雪停之后，外面倒是更加的冷了，行人也越来越少，都嫌天太冷了，不想出门。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每天都在降温，屋子里的温度只能靠空调才能维持28摄氏度了，外面很少能看见行人和车辆。前阵子出来打雪仗的孩子们也都不出门了，小区群里怨声载道，大家纷纷议论为什么今年这么冷。在网上我们了解到了其他地区的情况，某些地区因为持续低温，室外工作被全面叫停了，某些高纬度地区已经开始出现电力短缺问题，暂时和外界失去联系。因为灾难来得突然，很多没有供暖设备的人只好去避难所。我家不远处就有一个避难所，已经停满了警车和救护车，从我家窗口刚好能看见避难所门口人群嘈杂的声音，即使装了隔音墙也不能完全隔绝。距离第一场降雪仅仅半个月不到，所有医院和避难所已经是爆满状态，而天空越来越红，似乎一场新的暴雪即将来临。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极寒末日会降临，气温骤降100度，该如何才能躲过这场极寒之灾？灾难来得很突然，很多没有供暖设备的人只好去避难所。每所医院都出动了救护车，医护人员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避难所附近等待。医院与避难所也已经人满为患，不过还好，我们小区还算安全，各家各户都存有一些粮食，供电供暖都正常，也没有出门避难的必要。就这样又过了1个星期，今天外面格外冷，连带着家里的温度也降了下来。怎么有点冷？我搓搓手，阿花看了一眼，室温21摄氏度，随即她打开了空调。我们家已经不能只靠供暖取暖了，虽然供暖设备还能坚持，但效果已经没那么好了。短短2个星期，沿海的 S 市的海已经结冰， Z 市某高楼的玻璃因极度低温碎裂， F 市的雪从未停过，厚度已经到了超过成年人身高。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浩劫来临之前越是风和日丽，来临之后的满目疮痍就越是触目惊心。今天小区里已经有好多人驱车离开了，虽然供暖都还能维持，但估计家里的食物已经不多了。小区业主群里也格外热闹，一些离开的人说，所谓的避难所环境很差，虽然暖和，但是人挤人，只能睡在商场的地上，每天吃分发的压缩饼干，苦不堪言。一些人还在坚守阵地，觉得不过是一场大雪，没必要重视，多买点粮食就可以了。业主群的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谁家里有药？我家孩子发烧了，帮帮我们吧。我想起前阵子玩闹打雪仗的孩子们，不知道是不是其中的一个。阿花有些不忍心，想问那个业主给地址，但是却被我拦住了。我知道末世之下，物资外露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前所未知的危险。
饭桌上前几天还能说说笑笑的我们，现在只能一言不发的刷着手机，时时关注着各地的低温灾难情况。1个月内，我市的室外温度已经跌到-40摄氏度了，这是什么概念？我爸把手机递到我们面前，在外面待几个小时就会被冻昏厥吧？我妈感叹道。现在别墅1层已经不能待人了，多在那1分钟我都冷得不行。好在供暖还可以勉强维持。我们商量了一下，把地上的物资都搬到了地下1层。我们准备等电力系统崩溃后，就转移到相对安全温暖的地下室生活。时间又过去了几天，天气更冷了，室内温度地暖加空调也只能维持到16摄氏度。就在这时候，不远处的避难所传来了嘈杂的声音，似乎是发生了骚乱。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极寒末日会降临，气温骤降100度。该如何才能躲过这场极寒之灾？避难所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们吓了一跳，好像是玻璃碎裂的声音。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是避难所的外墙玻璃被砸碎了。避难所门口聚集了很多人和车，似乎因为什么问题争吵了起来。维护人员连防暴盾牌都拿了出来，管理人都控制不住现场，密密麻麻的人往避难所挤，有的人甚至直接把车冲向停在门前的警车跟救护车，场面混乱不堪，太疯狂了！我不禁感叹道。这种场面人是会失去理智的。还没等我们再多说一句，一声枪响回荡在这片区域，老爸连忙把窗帘拉上，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仅仅是一个晚上就彻底变天了。可怕的不只是天灾，还有人心。难以想象在接下来的日子，人们究竟会疯狂到什么程度。我们吓得赶紧回到了卧室，大家脸色很凝重，这样下去要出事了。我拿出手机翻了一下业主群消息，这个别墅区里的业主基本上都是在群里抱怨，到处求食物求吃的。有人在群里发消息，愿意用钱换粮食，用车用手表，哪怕是只要能换一口吃的，但是却没有人回应。而最近一批开车离开的业主，有人发了一张照片，是外面避难所大门紧闭的照片，另一位业主也发了一张，是隔壁 S 区的避难所，也是关着门。我点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人，非常拥挤，根本没有办法再进入。另一位大叔发语音骂骂咧咧的说着，什么情况？居居我都跑遍了，避难所也没一个是开着的，车都快跑没有了。阿花拿着手机急匆匆地跑过来递到我面前，看着上面的新闻，我不由大吃一惊。因为食物紧缺，避难所将逐渐减少接收安置人员，请各位市民前往尚有余力的其他避难所。爸妈也凑过来看到这些消息，两老脸上满是凝重的表情。这下不知道要有多少人熬不过去了。我安慰老爸说道，我们都是普通人，末世之下人人平等，没有超能力的我们只能顾好自己，怜悯之心只会给我们带来意外。老爸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头。还没等我多感慨一会，老妈慌忙把手机递给我说道，小萌，你看业主群。只见一个秃头大叔头像的人在群里发了一句语音，被303大户有物资，我之前在楼下散步的时候，看见他们一车一车的东西往家里了，肯定藏了好多吃的。接下来是一堆人回复什么有东西也不分，一起上门去找他们理论，大家团结起来去他家找物资之类的。那303不就是我们吗？糟了！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极寒末日会降临，气温骤降100度，该如何才能躲过这场极寒之灾？被303大户有物资，我之前在楼下散步的时候，看见他们一车一车的东西往家里了，肯定藏了好多吃的。还是被人发现了。我看着这一条条消息冷笑一声，这就是人性啊！不能再等了，地上没吃完的这些就留给他们吧，要是把这些都搬下去，怕是来不及了。爸妈对视一眼，点点头，简单的拿了点东西就往地下室方向走去。我把家里的摄像头、网络连上手机，顺便把空调给关了，接着把家里的窗户都打开，还把遥控器带上，尽量把家里的温度降到最低，让来我家抢物资的人没有多余的时间待在这里。等我们一家子来到地下室入口的时候，已经听见大门外传来砸门的声音，甚至还有枪声。我拿出钥匙，打开了地下室的第一道钢化门，又打开第二道指纹解锁的门，接着是第三道。爸妈看得目瞪口呆的，靠，这拿榴莲弹来也炸不开吧？那必须的，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防弹级别。看着我妈那惊讶的表情，我心里一阵得意，不枉我之前准备了这么久。进入地下室，温度和室外果然还是有区别的，虽然有些凉，但是地下室的阴凉比室外的寒冷好了很多，没有那种让人刺骨的感觉。我看了一下地下一层堆放的食物和日用品，这些都还好好的，没有发霉变质的征兆。想想也是这么冷的天，这不就好比一个特大号的冰箱。再下到地下3层，温度比上2层好了一些，这是我们居住的地方。这一层我之前让施工队的工人帮忙装修了一下，6个房间里4间拿来装物资，剩下2间是卧室，爸妈一间，我跟阿花一间。虽说是地下室，但是该有的一样不缺，有厨房，有厕所，就连楼顶的太阳能发电板的线路都已经连接好了。地下室的每个地方这下也不怕没电了，平常的手机充电是够的了。拉尼娜冰封刚拉开帷幕，人就开始乱了。那接下来的剧情估计会像电视里面的差不多了吧。我打开手机，我看着家里1楼上面的监控大门已经被破坏，一群人正在为我们没带走的物资大打出手。我一眼就看见了人群中那个秃头大叔，他极力的把蔬菜往身上蹭。不远处一个脸上有伤疤的男人看见他的小动作，上去就是一拳将他放倒。是我通知大家来拿物资的，我有分配物资的权利，你凭什么打我？
哼，就你这出卖别人的德行，也敢在我面前乱叫！你再说一次，刚刚没听清你的话。接着，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胡萝卜，架在大叔脖子上。众人看到这架势，纷纷都躲到一边，沉默地看着。刀疤男转头用胡萝卜指着众人说道：“是我带你们破门冲进来的，这物资是不是我先拿？你们还有谁不服气的站出来说话？”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极寒末日会降临，气温骤降100度，该如何才能躲过这场极寒之灾？是我带你们破门冲进来的，这物资是不是我先拿？你们还有谁不服气的站出来说话？其他人都畏惧刀疤男手里的胡萝卜，脸上不敢表现出有任何的不满，只能纷纷点头表示认同。于是刀疤男开始将我们留在1楼的物资往麻袋里装。突然大厅的灯光闪烁，随后熄灭变暗，看来是水利供电系统开始出问题了。随着长时间的下雪降温，零下56摄氏度的水利发电站都受到影响停运了。这时大家的手机都收到了短信，通知各位市民朋友，因为本市水利能源发电紧张，部分不重要地区供电系统将陆续停止。从今晚12点开始，只针对给各个避难所以及部分大型商场供电，请还在避难所外的群众自行前往以上地方。还在1楼抢物资的人中，一个头发中分的男生是第一个看完短信的，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直接跑去把桌子上的物资拿了一把就转身往门外跑。其他人也看完手机短信后也纷纷效仿，但是因为刀疤男先装了很多，所以大家都只是拿到很少的物资。轮到秃头大叔这里就什么都没有了。秃头大叔开口求道：“这位兄弟，看在是我在群里告诉大家这里有物资的份上，能不能给我留一点？只要一点就行。”但经过刚刚大家突然风卷残云般的拿物资后，刀疤男正好在气头上，直接给了秃头大叔一脚。你在想屁吃？阴暗的1楼大厅中就只剩下了秃头大叔一圈又一圈的翻找着我家。幸好我之前留了的心眼，让修筑岩土体的工人帮忙，在通往地下室的过道加了一堵暗门，估计柯南来了也发现不了入口在哪，毕竟华国建造可是出了名的牛。最后秃头大叔那个落寞的身影慢慢也在摄像头的范围内消失了。地下室里，我通过手机监控看着发生的这一切，不知老爸什么时候也凑了上来。小萌，刚刚通知说这里要断电了，你怎么还能通过摄像头看到这些人呢？老爸，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之前在装摄像头的时候就把这线路划分到地下室一起，以便地面上停电了不影响我在地下室观察家附近的情况。那现在这外面的天空一片通红，单单靠太阳能发电的话，我们这里应该能撑下去吧？我给予老爸一个肯定的眼神。老爸，那必须没有问题的，这里就是按照末日来临的规格建造的，最里面的那个房间就装了发电机和汽油，还有在你们房间里面的健身单车，也不是简单的健身器材，它下面连着的是这个地下室的蓄电池，只要你们平时在上面骑，就会把动能转换成电储蓄在电池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电的问题。哈哈，小萌真是我的好蛋，事情能想得那么周到。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极寒末日会降临，气温骤降100度，该如何才能躲过这场极寒之灾？T区避难所内，不少人正排着队等领物资，队伍长长的看不见头。随着温度的下降，不少人都因为商场的供暖设备跟不上降温的速度，一个个都靠瑟瑟发抖来取暖。其中一个胖子实在忍受不住这漫长的等待，就冲向队伍的最前边，刚好挡在灰衣男和黄衣男面前。看到突然插队进来的胖子，黄衣男气不打一处来：“你这胖子能不能有点素质？不知道好好排队是吧？”两位兄弟，我天生长肉太多，容易发热，你看能不能先让我领了这物资？我有飘飘，我可以给你们飘飘。这冰封末日的，要这飘飘有什么用？你赶紧回到后面排队，不然我们哥俩可要动手了。就在这时，一个像是指挥员的人发现了队伍的混乱，走向他们喝了一声：“是不是都觉得自己吃得饱穿得暖，想出去帮忙探路吗？胖子，到后面排队去。”三人一看是避难所指挥官老许，纷纷闭嘴不敢再说话。老许转身往会议室的方向走去，刚进门就看到其他组员都是满脸愁容的讨论事情。现在这个避难所里情况怎么样了？许顿，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出现了冻伤的情况，甚至更严重的已经有人挺不过去了。特别是越高的楼层温度越低，基本上5楼以上的高度由于供暖设备原因已经不能再带人。预测现在室外的温度已经到达零下65摄氏度，要是再没有物资送来，供暖速度再跟不上，估计我们这个避难所很难再熬下去。要是每天都有人撑不下去，我怕会引起混乱啊。区队，我们已经把人都集中在4楼以下了，5楼上面的恐怕……行了，我知道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寻找一个能容纳那么多人的地下防空洞。我已经跟上级联系过了，只要我们能熬过在温度低于100摄氏度之前躲进地下室，是有希望能躲过去的。随后，许组长看着桌上的沙盘，在上面寻找了起来。根据他得到的消息，在离这个避难所商场3公里以外的地方，就有一个防空洞，深度在地下8米左右，空间很大，里面就存有不少的物资。他抬头看向议员问道：“现在这个避难所里有多少人是还有行动能力的？
前2天统计还有3万，现在估计还剩9成了。在场所有人脸上都显得特别凝重。老许走到窗边，看着室外的大雪，估计已经覆盖到成年人脖子的位置。再不加紧时间就更加难熬，白茫茫的一片，想要走到3公里外的防空洞，难度可想而知是有多大。他拿出指南针看了看方位，幸好指南针没失灵。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极寒末日会降临，气温骤降100度，该如何才能躲过这场极寒之灾？我们得立刻启程前往寻找低温防空洞，提前确定好位置，不能再等了。可是队长，我们这次一共带过来的人手不是很多，我这个小组，小吴的小组，再加上小张他们小组，一共才15个人。虽然还有医务人员是跟我们一起来这个避难所，但是不能让他们出去寻找呀。其他2人也点点头表示认同。在没有定位的情况下，光靠着大概的方位去寻找，难度还是不小。再加上现在下雪的厚度越来越高，路面上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小吴、小张，你们2个带10个人一起去寻找防空洞，剩下的跟我和老陈在这里守着秩序。2人对视一眼，点点头，只能是这样子了。2人站起身行了个礼，保证完成任务。接着2人就向楼下走去，开始集结队伍，准备往3公里外的防空洞出发。楼下的队伍休息室，2人把老许吩咐的命令传达给各个队员后，众人开始收拾装备，穿上防寒服，带上防寒装备。随后10人穿过大厅来到门前，幸好每天都安排有人清理门口的积雪，不然现在连门都打不开。还在楼下瑟瑟发抖的其他人看到这幅场景，都开始小声议论了起来。其中就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那个秃头男。刚刚出去的这些人好像是维护人员，他们是不是丢下我们自己跑路了？旁边的大姐听他这么一说，脸色一白。应该不会吧？他们不是来保护我们的吗？哎，末日下人心难测，你看现在分给我们的物资越来越少了，是不是看我们好欺负，想把我们都冻伤饿死，然后自己占着物资好活下去？大姐将信将疑的又抬头看了一眼刚刚队伍离开的方向。最近好像确实是给我们吃的减少了不少，都把我饿瘦了。2人的讨论声越来越大，旁边也有不少人听到了，都往秃头男那边看过去，就连胖子也不由得把耳朵竖起来认真的听着。正当秃头男说的正起劲的时候，一个身影直接把他踹倒在地，大骂道：秃子，怎么哪里都有你？上次在群里害了同你一个小区的一家子，现在又想在这里搞什么幺蛾子？我小包子好不容易找到个舒服的地方躺着，你搞什么飞机啊？吃饱了没事干是不是？秃头男一看是在别墅里揍过自己一顿的刀疤男，心里恨得牙痒痒。管你是大包子还是小包子，我说的是事实。上次的物资还是你拿最多，大家快过来看啊！这个刀疤男小包子，他不但打人，还抢了别人的物资，大家都过来看了。他身上一定还有很多物资，看见他身后的麻袋了吗？就是装在里面的。我们一起上，把他控制住，物资我们大家平分共享。周围的人看了看秃头男，又看了看小包子，可能是因为小包子脸上的刀疤让大家比较倾向于相信秃头男，于是纷纷上前把小包子围住。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极寒末日会降临，气温骤降100度，该如何才能躲过这场极寒之灾？我们大家一起上，把它控制住，物资我们大家平分共享。够了，都给我停下！是不是分给你们的食物太多，吃饱了没地方消化？队长，你可要帮帮我呀！他这个小包子不分缘由的，上来就是给我一顿胖揍。秃子，你在乱说什么？好了，都住嘴！今晚你们这一群人分配的食物都减半。就在这时候，对讲机响了起来，先是滋滋啦啦的电流声，随后是小吴精疲力竭的声音。许队长，不好了！我们出来之后，发现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即使依靠指南针也找不到标记点。小张他们也失联了，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增援。老许拿出他的军用对讲机，调到小张队伍的频道，任凭他怎么大声呼唤都没有消息传回来。小张需要增援，可是哪还有人手增援？旁边的其他人听到刚才的对话也大概明白了，原来早上出去的那批人并不是抛弃他们，而是为他们前去探路，寻找下一个有效的避难点。这位同志，我替刚刚我说的那些胡言乱语向你道歉，真不应该听信旁言就在这胡闹。说完狠狠地瞪了一眼秃头男，其他人也纷纷看向他。秃头男羞愧地低着头，一声不敢吭。好了，你们胡闹的事情就先不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人手前去支援。你们这里有人自动报名吗？众人听到老许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一时沉默。也是，这外面冰天雪地的，估计现在外面都已经零下70摄氏度了。争夺利益，嚼舌根你们厉害，真到了需要你们的时候，就是一群懦夫。老陈在，传令下去，T区避难所全体迁移，怕死的就继续留在这里。一群人浩浩荡荡出发了。我看着手机里的监控，别墅外的监控刚好能拍到浩浩荡荡的人群，看着他们迁移的大部队，看样子他们的避难所熬不下去了。希望他们能熬过这个寒流来袭的冰封末日。夜晚，我彻底失眠了。躺在旁边的阿花看出了我的异常，把手里的暖宝宝递给了我。我摇了摇头。小萌，我知道极寒到来后，你的压力一直很大，但是人生的尽头永远都是死。只要和爱的人一起，不管结局如何，我们已经很幸运了。谢谢你，阿花，我们确实很幸运了。阿花，我们要一个孩子吧。
经历了避难所迁移的小插曲，我想通了很多。即使是末世，只要我认真的活着，对世界和国家充满希望，永不放弃，就没人能放弃我。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已经在地下室待了整整大半年了。室外气温已经降到了-120度，到了这个温度后，不再继续降低，也不知道之前迁移的那批人如何了。老爸走了过来，只能祝他们好运了。儿子前几天种下去的蔬菜种子发芽了，一会别忘记去给他们浇水。这时阿花在房间里喊道：小萌快来，我发现了一部好看的电影，快来跟我一起看。嘿嘿，还浇什么水？先看电影去了。这时候我听到叮的一声，是空调工作的声音，我很惊讶，难道末世结束了，电力恢复了？我赶紧给手机充电，然后开机，居然有信号。我打开某博，果然有新消息，国家发了一条公告。很抱歉这么晚才发布这条公告，拉尼拉末世已经降临，此次拉尼拉极寒时代预计持续10年，国家正在尽一切努力维持电力与拯救幸存者，请大家相信我们，也请大家永远不要放弃。我们已用氢能源建立了灾难地下场，即将开始地毯式搜索每一个幸存者前往地下场。灾难面前，当永远心存希望，我们与大家一起等待冰川溶解的那一刻。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冰川世纪会降临，寒流席卷全球，就连赤道附近以及中心国家都未能幸免。最开始只是羽绒服售罄，水管冻爆，全城限电，接着去抢修的工作人员因失温死亡，医疗系统瘫痪。仅仅1个月，气温骤降100度，整个城市变成了冰刀派，树木还未落叶，便被冻成了粉末。全球的河流和海洋都被冰封，地表上再也找不到一滴水。如果是丧尸末日，人类尚能一战，可在大自然面前，人类该怎么办？这不是电影，是真的，极寒末日来临了。一大早，电话铃声像催眠一样，我不耐烦地接起电话，是好久不联系的表姐。怎么了，表姐？这大早上。百鱼，别睡了，跟你说个正事，我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开玩笑，你都要听清楚。我一个机灵，表姐口气这么严肃，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啥事儿啊，老表，你别吓我。我跟你说，我这边收到消息，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史上最强拉尼娜现象或将出现。许多高纬度地区的国家已经提前进入冬季，前兆就是愈发温暖的天气。温暖过后会迎来急剧降温，这也是人类最早的冬季。预计1个月后，全球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气候变冷，也就是冰封降临。什么啊，表姐？什么冰封降临？你是说像电影后天那样？我有些莫名其妙。今天是愚人节吗？这是你舅舅和舅妈在气象局工作得到的消息。没时间了，我们已经找好了避难所，囤了物资，你也赶紧准备吧。对了，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爸妈。表姐的声音戛然而止，电话像是被谁特意挂断了。这都什么啊？表姐这玩笑开的可没意思。我没有理会，继续睡觉了。第二天，我下楼取外卖的时候，发现气温的确很奇怪。已经11月了，太阳已9度了，万里晴空，我单穿一件卫衣都不会觉得冷，甚至想穿半截袖。过了1个星期，气温依旧异常温暖，甚至有更加变暖的趋势。我不得不联想到了表姐的话，表姐好像从来没对我开过玩笑。我坐不住了，打算打个电话再问问表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那边传来冰冷的机械女声，怎么变成空号了？不祥的预感立刻在我的心头萦绕，想起表姐认真的语气，不管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今天必须开始准备了。想到这里，我连忙打电话给女友阿华。我从没有想过冰川末日会降临，直到这天表姐的电话再也打不通，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必须做点什么，让我身边的人能好好的活下去。这个冬天格外暖和，已进入11月，依旧暖得像春日一样。微风拂面，阳光和煦，连路边的树木花草都郁郁葱葱的。而这也正是气候异常的所在。我带着阿花冲进商场，开始疯狂的采购，不买别的，只买棉被、暖宝宝和超厚羽绒服。带着堆积如山的物资，在商场众人惊讶的目光下，我拉着阿花快步走出了商场。东西明天送到我们新租的别墅。阿花，现在我们去下一个地方扫货吧。百鱼，你没发烧吧？他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阿花，我没病。我深呼一口气，我跟你说过，表姐从来没跟我开过这种玩笑。舅妈一家都在气象局工作，前天表姐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抓紧时间找避难的地方和囤粮。冰封末日要来了，刚开始我没信，可是最近的气温越来越不对，
1个月后，人类或许会迎来极寒之灾。花费了10分钟，我才把前因后果跟阿花讲明白。他虽然半信半疑，却拗不过我，陪着我转了一整天，买了一大堆他觉得用不上的东西。我一直都是个末世迷，越灾难片无数。可现在，末日真的可能要到来，我的内心突然感觉一阵焦虑和恐惧。原来看别人写出来的和自己亲身经历的真的不一样。1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得知消息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周，再算上月初摆烂的几天，现在只剩下了不到3个星期。前期的准备工作，我绝对不能耽搁。再赶往下一个采购目的地的间隙，我在网上写了一篇近期天气异常的文章，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的见解和需要准备的物资清单。如果看到的人能相信我，我就可以帮他们一把。可是我籍籍无名，没什么影响力，回复寥寥无几，只有10几条评论，大部分评论是在嘲讽我。可是其中一条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居然真的一本正经分析了极端天气。这位网友的网名叫做王姐批发土鸡蛋。王姐批发土鸡蛋评论说，租带超大3层地下室的别墅的思路没问题，但一定要在内外都增加抗冻混凝土，混凝土强度选 C40， 抗冻等级选 F300， 太阳能发电机必不可少，但要在4周都砌上混凝土隔挡，正上方选用真空玻璃，地上再怎么防御，最后都会住不了的，所以要直接转入地下。王姐批发土鸡蛋提出的这些建议，好像她真的经历过一样。我不再迟疑，立刻托关系联系了本地最好的一家装修公司，把王姐批发土鸡蛋的话原封不动地复述了一遍，费了很大力气，加了足够的钱，才搞定装修工人今天来帮我们砌墙加固保温。我从没有想过冰川末日会降临，直到这天表姐的电话再也打不通，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必须做点什么，让我身边的人能好好的活下去。时间定下后，我还是心里堵得慌。天在面前，人类是多么渺小。我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次灾难，但我知道为了活下去，我要尽力一试。阿花看我忧心忡忡，安慰我说，别担心，真是世界末日，我就随你去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我抓紧她的手，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我会保护好你的。转身继续采购，因为是新租的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提前购买的物资也要下星期1才送到，所以我加钱让装修工人们必须保证质量和速度，在下星期1之前装修完。由于我出手阔绰，装修师傅很给力，不仅完工迅速，而且质量很好，完工时间比原定的日期还早了1天。我大方的接了尾款，他们临走前我还好心提醒，可能要降温了，得注意保暖。装修师傅笑了笑，说，靓仔，你看这天气，今年估计都不会下雪。哎，算了，说了也没人会信。这个星期我和阿花没闲着，又买了大量的暖宝宝、小太阳、充电式暖手宝、72小时加热贴。对了，装修的时候我还让师傅们装了一个壁炉烟囱槽，以备不时之需。家门口的监控也不能少。我还订购了300箱泡面、200箱自热火锅、50箱零食、30箱压缩饼干、12箱火腿肠、10箱卤制品、500桶装水、100箱瓶装水、200袋大米、1吨面粉，可以长期保存的食物我都买了个遍。如果不是房子里实在放不下了，我恨不得把超市搬空。此外，我还买了种子若干、调料若干、日用品若干、猫砂若干。买到后面我已经记不清我都买了什么，累得像条狗一样躺在摇椅上。时间过得很快，在东西添置的差不多之后，我把我的父母也接了过来。说来惭愧，如果直接告诉他们世界末日要来了，他们一定不会相信，所以接父母的理由是我要结婚了。阿花的父母常年在国外出差，现在叫回来也来不及了。阿花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千叮咛万嘱咐后才挂断。爸妈和阿花坐在一起，嘴上一直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夸阿花好看，旁边的阿花一个劲地在喝茶。第二天一早，我们骗父母说要跟阿花去选婚纱，让他们多待一段时间。看着我妈眼角流露出的喜悦之情，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能辜负表姐的好心提醒，我也一定要让所有我在乎的人都活下去。末世很可怕，我只能保护好自己的家人。要开始降温了，我忙得焦头烂额，一边要采购物资加固地下堡垒，一边又要应付父母对结婚事项的询问。家里能换成抗冻的东西都换了，信某卡、某杯、某信都刷爆了所有额度。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地下3层我又找了另一批装修工人检查了一下，确认了之前的装修工人没有偷工减料。我让这批工人帮我加固了周围的掩土体，确保如果突发其他灾害，不会导致我们被埋在地下。只是房屋装修就已经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我变卖了心爱的国产之光小迷你和刚买没多久的小型公寓，以及很多曾经咬牙买下的各种手办、模型，还有用不到的电子设备。又借了一大笔钱来购买其他物资，反正这些钱未来都用不上了。再贵的手办也不如一件羽绒服来的实在。阿花也把他积攒多年的存款全都转了给我。钱打过来的前一秒，他什么都没跟我说，我很惊讶也很感动。他是唯一一个一直支持我的人，也无条件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末世听起来如此离谱，他也愿意给予我全然的信任。这段时间屯粮就已经装满了地下1层，我以为我租的房子已经非常大了，但总感觉远远不够。我又陆陆续续买了一些可以长久储存的食品，甚至还买了很多酒。如果气温实在太低，喝酒也可以御寒。我又储备了大量的肉类可以低温冷冻保存，保质期也很长。做这些的时候都只有我和阿花参与，不能让我们的父母太早知道这些事情，老一辈的思想保守，肯定接受不了。我们准备的七七八八了。冰封降临的前一天，阿花拉我去了一趟珠宝店看钻戒。阿花，都这个时候了，怎么还要买钻戒？我很不解。为了让你父母相信我们是真的要结婚了，而且冰封真的来了，这也能纪念我们一起度过的末日时光。阿花晃了晃手机，露出2颗小虎牙。我已经跟我爸妈说明了情况，并且给咱们都拉了个群，报备了我们准备的物资。我爸妈在国外也会全力想办法度过的。原来是这样。进入商场内，阿花体贴的给我买了一杯热奶茶。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冰封降临后再想喝上一口热奶茶可就难了，所以我得多喝几口。喝完热奶茶，我们来到琳琅满目的钻戒柜台前，我被晃得睁不开眼睛。虽然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词都是炒热度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任何女生能拒绝钻戒，尤其是最爱的男人送的结婚钻戒。看到其中一枚切割规整立体的钻戒，阿花久久不能移开眼。柜姐好像看出了阿花很喜欢这枚钻戒，很有眼色的拿出来给阿花讲解这枚戒指的由来。每一枚钻戒的背后都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我们的理念就是用这段浪漫守候下一对得到浪漫的你们。阿花听得津津有味的。在柜姐彻底讲完后，阿花有点不好意思，听得太入迷了。她转头看向我，我从阿花眼中看见了期待。我转身递出卡对柜姐说，我买下了，刷卡吧。随后接过钻戒戴在了阿花手上。办完手续后，柜姐满脸开心的将我们送出了店外。我和阿花用这最后的时间在附近的批发市场买了整整一辆3轮车的东西，除了食品还有牙刷、牙膏、纸巾、锅碗瓢盆。最后一天了，也不用再避讳什么，我让司机把车开到了家门口。父母早就在门口等着了，看着满满一车东西，他俩傻了眼。你们这是要去逃难吗？我妈惊呆了，旁边的搬运师傅都被逗笑了。我没有搭话，只是监督搬运师傅们一件件的往家里搬东西，直到最后东西都搬完，结了账，目送师傅们驱车离开。等一家人回到了客厅里，我这才把实话告诉爸妈。爸妈，末世要来了，可能你们不相信，但我绝对不会骗你们。我用了半个小时跟他们解释，听完后，爸妈面色凝重，一言不发。你舅舅一家还好吗？父亲问我，50多岁的汉子，这一刻的声音竟然有些颤抖。我爸妈是青梅竹马，舅舅跟我爸也是发小，长大了却因为工作忙联系不多。表姐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安全屋，别担心，灾难会过去，我们都会好好的。接着我们一起搬运这些物资到地下室，全部搞定之后，4个人坐在新租的别墅大厅里面面相觑。你表姐也不是莽撞不懂事的孩子，事情应该8九不离10。老爸表情凝重地说，末世真的会来临吗？我妈还是不太信，谁也没接我妈的话，大家的表情都很难看，谁也不想末世来临。但是如果是真的呢？又怎么证明这不是真的？孩子他爹，你现在去开车，我们去24小时便利店再买点。我妈突然站起身，把我们吓了一跳。行，
咱们也得跟孩子们一起忙活，不能坐享其成。今晚咱们吃顿不干净的外卖，也算一家人一起过年了。老爸起身往外走去，爸妈，你们别出去。我着急的想叫他们回来，却被阿花拦住了。鱼啊，照顾好阿花，等我们俩回来，我们不出去买点东西，心里没底。我爸嘱咐完，就直接把门关上了。大鱼，没事的。阿花劝我，叔叔阿姨也是闲不住，以为我们要结婚了，还各自嘱咐了我们很久。他们是觉得耽误我们办正事了愧疚，这才出去，想尽他们最大的能力帮我们置办足够的东西，也是让他们自己心安。这冰封马上就要来了，让两老出去总感觉会不太好。漠视这个词离我太远了，我只在小说里看到过听说过，从来没有想过真的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我生活的时代。就这样，我一直在门口坐着，等爸妈回来，阿花就陪我坐着，我们聊儿时的事，聊初识，聊感情经历，聊学习。阿花，我吸了吸鼻子，不禁抱紧了双臂，你觉不觉得有点冷？阿花没有说话，抬头望向天空，我跟着看去。今天没有月亮，可是天空仍然有亮光，是那种不需要路灯照亮就可以看清的天空。好红，天空什么时候变成了暗红色？我错愕的看着阿花，这是要下雪了吗？阿花点了点头，看着天空红的程度，说：估计雪不会小。我内心的不安到了顶点，一片雪花落在了我的手心。爸妈出去那么久了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一辆吉普和一辆大卡车并排行驶过来，吉普车的副驾驶座上，我妈在向我们招手，我赶紧迎了上去。老妈说道：这孩子，我们一共就去了4个小时，怎么还一直在门口等着我们呢？就是下雪了，我们不得开慢点，出事了谁照顾你们2个小的？你看这天红的多吓人。老爸真是个不懂煽情的男人。老哥，你也别说你家靓仔了，他也是替你们二老担心，下大雪了估计要变天了，冬天要来了。大卡车上下来了3、4个工人，开始从卡车上搬运物资。等所有东西都搬完了，父亲给了搬运工好大一笔钱。就这样，我们整理物资一直忙到了深夜1、2点，外卖也没点，就随便吃了点泡面，然后去休息了。我们一家人在别墅3层，一人挑了一个房间。现在还不太冷，没必要住进地下室。一觉醒来，因为开了空调，屋内很温暖。WiFi 网络仍然可以使用，窗外的雪花从星星点点的变成鹅毛大雪。阿花的父母给他打了个电话，告知一切平安，粮食等物资都很充足。聊了好一会儿才挂断电话。来到客厅，我和爸妈透过别墅的窗户，看着天空中的雪越来越大，地上的积雪越来越厚，雪花从一开始的硬币大小变成后来的瓶盖大小，再后来竟然如同小孩拳头那么大。我爸妈说他们活了50多年，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中午酒足饭饱后，我下意识的又看了一眼窗外，雪已经及脚腕那么厚了，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又看了一眼天空，好像越来越红了。外面其他别墅庭院门前已经开始有小孩子出来打雪仗、堆雪人，这就是童真呀！我拿出手机刷了起来，新闻说市区明日即将开始供暖，更多的新闻报道，今日多个地区突然出现大到暴雪，局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雪，我国出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降雪。新闻呼吁各位市民，能不走动就尽量不走动，能不外出就尽量不外出。我走到窗边，稍微打开一道缝，真冷，我打了一个寒战，赶忙关上了窗，看了一眼墙上的温度，室温仍是26摄氏度，空调在正常运作，虽然还没来地暖，但是好在电没有停。要我说啊，你们小孩就是太迷信，我们都不信漠视这一说，你们认真的跟什么似的。现在好了吧，大雪封路，2个小年轻要跟我们2个老的待一块了。老爸瞥了我一眼，挤兑道：你个老家伙，说老的别带上我好吗？你爱上哪儿老上哪儿老去。我妈不乐意了。天依旧很红，雪连续下了4天，但只有第1天下的很大，后来每日递减，就这样连续过了5天，雪终于停了下来。别墅里的温度稳定在28摄氏度，今年的供暖效果真好，网络仍然畅通。虽然我是没什么太大变化，但全国各地仍然有地区不断陷入暴风雪之中。本次大规模异常降雪是史无前例的，国家给本次降雪命名为拉尼娜暴雪季。一眨眼2个星期过去了，外面连续14天出现暗红色天空，
太阳再也没出来过，仿佛它不曾存在过。不知道为什么，自从那天雪停之后，外面倒是更加的冷了，行人也越来越少，都嫌天太冷了，不想出门。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每天都在降温，屋子里的温度只能靠空调才能维持28摄氏度了。外面很少能看见行人和车辆，前阵子出来打雪仗的孩子们也都不出门了。小区群里怨声载道，大家纷纷议论为什么今年这么冷。在网上我们了解到了其他地区的情况，某些地区因为持续低温，室外工作被全面叫停了，某些高纬度地区已经开始出现电力短缺问题，暂时和外界失去联系。因为灾难来得突然，很多没有供暖设备的人只好去避难所。我家不远处就有一个，已经停满了警车和救护车，从我家窗口刚好能看见避难所门口人群嘈杂的声音，即使装了隔音墙也不能完全隔绝。每所医院都出动了救护车，医护人员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避难点附近等待。医院里也人满为患，不过还好，我们小区还算安全，各家各户都囤有一些粮食，供电供暖都正常，也没有出门避难的必要。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今天外面格外冷，连带着家里的温度也降了下来。怎么有点冷？我搓搓手，阿花看了一眼室温，21摄氏度。随即他打开了空调。我们家已经不能只靠供暖取暖了，虽然供暖设备还能坚持，但效果已经没那么好了。短短2个星期，沿海的 S 市的海已经结冰， Z 市某高楼的玻璃因极度低温碎裂， F 市的雪从未停过，厚度已经到了超过成年人身高。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浩劫来临之前越是风和日丽，来临之后的满目疮痍就越是触目惊心。今天小区里已经有好多人驱车离开了，虽然供暖都还能维持，但估计家里的食物已经不多了。小区业主群里也格外热闹，一些离开的人说，所谓的避难所环境很差，虽然暖和，但是人挤人，只能睡在商场的地上，每天吃分发的压缩饼干，苦不堪言。一些人还在坚守阵地，觉得不过是一场大雪，没必要重视，多买点粮食就可以了。业主群的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谁家里有药？我家孩子发烧了，帮帮我们吧。我想起前阵子玩闹打雪仗的孩子们，不知道是不是其中的一个。阿花有些不忍心想问那个业主给地址，但是却被我拦住了。我知道末世之下，物资外露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前所未知的危险。阿花的表情有些凝重，饭桌上前几天还能说说笑笑的我们，现在只能一言不发的刷着手机指音网，时时关注着各地的低温灾难情况。1个月内，我市的室外温度已经跌到-40摄氏度了，这是什么概念？我爸把手机递到我们面前，在外面待几个小时就会被冻昏厥吧。我妈感叹道，现在别墅1层已经不能待人了，多在那儿1分钟我都冷得不行，好在供暖还可以勉强维持。我们商量了一下，把地上的物资都搬到了1层，算一算食物应该还够吃半个月左右。我们准备等这些物资彻底消耗完后，就转移到相对安全温暖的地下室生活。今天又变冷了，气温还在持续降低，室外温度已经到了-48摄氏度，真是越来越冷了。雪又开始下了起来，起初还是小雪，慢慢就变成了鹅毛大雪。小区的其他业主也陆陆续续的开车离开，看来一部分人储存的食物已经不够他们继续生活下去。我看着室内的供暖温度只能维持在16摄氏度，走到阳台，看着不远处的避难所，那边传来了不小的躁动，似乎有人因为食物问题争吵了起来。维护人员连防爆盾牌都拿了出来，我看到这马上躲回了客厅里面，不能被别人发现了。走到1楼，我跟爸妈商量着这些食物省着吃的问题。阿花拿着手机急冲冲的跑过来，递到我面前，看着上面的新闻，我不由大吃一惊。因为食物紧缺，避难所将逐渐减少接收安置人员，请各位市民前往尚有余力的其他避难所。爸妈也凑过来，看到这些消息，梁老脸上满是凝重的表情。老爸说，这下不知道要有多少人熬不过去了。我安慰老爸说道，我们都是普通人，末世之下人人平等，没有超能力的我们只能顾好自己，怜悯之心只会给我们带来意外。老爸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相信以老爸老妈的生活阅历，
会明白我说的这些。一晃又是一个星期过去，外面的温度已经到达零下56摄氏度了。这个别墅区里的业主基本上都是在群里抱怨，到处求食物求吃的。有人在群里发消息，愿意用钱换粮食，用车用手表，哪怕是只要能换一口吃的，但是却没有人回应。而最近一批开车离开的业主，有人发了一张照片，是外面避难所大门紧闭的照片。另一位业主也发了一张，是隔壁 S 区的避难所，也是关着门。我点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人，非常拥挤，根本没有办法再进入。什么情况 ？Z 区我都跑遍了，避难所也没一个是开着的，车都快没油了。另一位大叔发语音骂骂咧咧的说着，我正刷着手机看群里的情况，突然远处一声巨响把我们吓了一跳，好像是玻璃碎裂的声音。我们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是隔壁那个避难所的商场玻璃被砸碎了，旁边聚集了很多人和车，管理人都布置不住现场，密密麻麻的人往避难所里挤，有的人甚至直接把车冲向停在门前的警车跟救护车，场面混乱不堪，太疯狂了。我不禁感叹道。老爸一脸严肃地说，这种场面人是会疯狂的。还没等我们再多说一句，一声枪响霎时间回荡在这片区域。听见枪声，我们不禁都后退了一步。老爸连忙把窗帘拉上，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仅仅是一个晚上就彻底变天了。可怕的不只是天灾，还有人心。难以想象在接下来的日子，人们究竟会疯狂到什么程度。还没等我多感慨一会，老妈慌忙把手机递给我说道，鱼啊，你看业主群。只见是一个秃头大叔头像的人在群里发了一句， A404 那户有物资，我之前在楼下散步的时候看见他们一车一车的东西往家里拉，肯定藏了好多吃的。接下来是一堆人回复，什么有东西也不分，一起上门去找他们理论，大家团结起来去他家找物资之类的话。我看着这一条条微信消息，冷笑一声，这就是人性啊。我对爸妈说，不能再拖了，地上没吃完的这些就留给他们吧，要是把这些都搬下去，怕是来不及了。爸妈对视一眼，点点头，简单的拿了点东西就往地下室方向走去。我把家里的摄像头网络连上手机，顺便把空调给关了，接着把家里的窗户都打开，还把遥控器带上，尽量把家里的温度降到最低，让来我家抢物资的人没有多余的时间待在这里。等我们一家子来到地下室入口的时候，已经听见大门外传来砸门的声音，甚至还有枪声。我拿出钥匙打开了地下室的第一道钢化门，又打开第二道指纹解锁的门，接着是第三道。爸妈看得目瞪口呆的，这拿榴莲弹来也炸不开吧？那必须的，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防弹级别。看着我妈那惊讶的表情，我心里一阵得意。不枉我之前准备了这么久。进入地下室，温度和室外果然还是有区别的，虽然有些凉，但是地下室的阴凉比室外的寒冷好了很多，没有那种让人刺骨的感觉。我看了一下地下一层堆放的食物和日用品，这些都还好好的，没有发霉变质的征兆。想想也是，这么冷的天，这不就好比一个特大号的冰箱。再下到地下3层，温度比上2层好了一些，这是我们居住的地方。这一层我之前让施工队的工人帮忙装修了一下，6个房间里4间拿来装物资，剩下2间是卧室，爸妈一间，我跟阿花一间。虽说是地下室，但是该有的一样不缺，有厨房有厕所，就连楼顶的太阳能发电板的线路都已经连接好了地下室的每个地方，这下也不怕没电了，平常的手机充电是够的了。这拉尼那冰封刚拉开帷幕，人就开始乱了，那接下来的剧情估计会像电视里面的差不多了吧。我打开手机，看着家里1楼上面的监控，大门已经被破坏了，一群人正在为我们没带走的物资大打出手。我一眼就看见了人群中那个秃头大叔，他极力的把蔬菜往身上藏。不远处，一个脸上有伤疤的男人看见他的小动作后，上去就是一拳将他放倒。秃头大叔不服气的吼道，是我通知大家来拿物资的，我有分配物资的权利，你凭什么打我？哼，就你这出卖别人的德行，也敢在我面前乱叫！接着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架在大叔脖子上。你再说一次，我这刀。他说刚刚没听清你的话。众人看到这架势，纷纷都躲到一边，沉默的看着。大家都躲到一边，刀疤男转头用胡萝卜指着众人说道，
是我带你们破门冲进来的，这物资是不是我先拿？你们还有谁不服气的？站出来说话！其他人都畏惧刀疤男手里的胡萝卜，脸上不敢表现出有任何的不满，只能纷纷点头表示认同。于是刀疤男开始将我们留在1楼的物资往麻袋里装。正当他收拾的起劲的时候，突然大厅的灯光闪烁，随后熄灭变暗，看来是水利供电系统开始出问题了。随着长时间的下雪降温，零下56摄氏度的水利发电站都受到影响停运了。这时大家的手机都收到了短信通知，各位市民朋友，因为本市水利能源发电紧张，部分不重要地区供电系统将陆续停止。从今晚12点开始，只针对给各个避难所以及部分大型商场供电，请还在避难所外的群众自行前往以上地方。还在1楼抢物资的人中，一个头发中分的男生是第一个看完短信的，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直接跑去把桌子上的物资揽了一把，就转身往门外跑。其他人也看完手机短信后，也纷纷效仿，但是因为刀疤男先装了很多，所以大家都只是拿到很少的物资。轮到秃头大叔这里就什么都没有了。秃头大叔开口求道：“这位兄弟，看在是我在群里告诉大家这里有物资的份上，能不能给我留一点？只要一点就行。”但经过刚刚大家突然风卷残云般的拿物资后，刀疤男正好在气头上，直接给了秃头大叔一脚，骂了一声：“你在想屁事！”接着转身也走了。阴暗的1楼大厅中就只剩下了秃头大叔，一圈又一圈的翻找着我家。幸好我之前留了个心眼，让修筑岩土体的工人帮忙在通往地下室的过道加了一堵暗门，估计柯南来了也发现不了入口在哪，毕竟华国建造可是出了名的牛。最后秃头大叔那个落寞的身影慢慢也在摄像头的范围内消失了。地下室里，我通过手机监控看着发生的这一切，不知老爸什么时候也凑了上来。他说：“鱼啊，刚刚通知说这里要断电了，你怎么还能通过摄像头看到这些人呢？”老爸，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之前在装摄像头的时候就把这线路划分到地下室一起了，以便地面上停电了，不影响我在地下室观察家附近的情况。那现在这外面的天空一片通红，单单靠太阳能发电的话，我们这里应该能撑下去吧？我给予老爸一个肯定的眼神说：“老爸，那必须没有问题的，这里就是按照末日来临的规格建造的。最里面的那个房间就装了发电机和汽油，还有在你们房间里面的健身单车也不是简单的健身器材，它下面连着的是这个地下室的蓄电池，只要你们平时在上面骑，就会把动能转换成电，储蓄在电池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电的问题。”老爸竖起大拇指说道：“哈哈，鱼啊，真是我的好大儿，事情能想得那么周到。”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避难所内，不少人正排着队等领物资，队伍长长的看不见头。随着温度的下降，不少人都因为商场的供暖设备跟不上降温的速度，一个个都靠瑟瑟发抖来取暖。其中一个胖子实在忍受不住这漫长的等待，就冲向队伍的最前边，刚好挡在钟宇和大宇面前。看到突然插队进来的胖子，大宇毫不客气地骂道：“你这胖子能不能有点素质？不知道好好排队是吧？”胖子谄媚地笑道：“两位兄弟，我这身上肉太多，容易发热，你看能不能先让我领到这物资？我有票票，我可以给你们票票。”说着，胖子从口袋掏出一把红色的票票，递到二人面前。钟宇挥手打断了胖子的动作：“这冰封末日的，要这票票有什么用？你赶紧回到后面排队，不然我们哥俩可要动手了。”随后，钟宇跟大宇成夹击之势围住了胖子。就在这时，一个像是指挥员的人发现了队伍的混乱，走向他们，喝了一声：“是不是都觉得自己吃得饱穿得暖，想出去帮忙探路，是不是？”三人一看是军队指挥官老许，都纷纷闭嘴，不敢再说话，只能乖乖的回到队伍里继续排队。接着老许转身往议会室的方向走去，刚进门就看到其他组员都是满脸愁容的讨论事情。老许直接开口问道：“现在这个避难所里情况怎么样了？”许队，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出现了冻伤的情况，甚至更严重的已经有人挺不过去了。特别是越高的楼层温度越低，基本上5楼以上的高度已经不能再待人。预测现在室外的温度已经到达零下65摄氏度，要是再没有物资送来，供暖速度再跟不上，估计我们这个避难所很难再熬下去。要是每天都有人撑不下去，我怕会引起混乱啊。另外一名稍微年长的组长开口说道：“许队，我们已经把人都集中在4楼以下了，5楼上面的。”行了，我知道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寻找一个能容纳那么多人的地下防空洞。我已经跟上级联系过了，只要我们能熬过在温度低于100摄氏度，
之前躲进地下室是有希望能躲过去的。随后许组长打开一张地图，在上面寻找了起来。根据他得到的消息，在离这个避难所商场3公里以外的地方就有一个防空洞，深度在地下8米左右，空间很大，里面就存有不少的物资。他抬头看向议员问：现在这个避难所里有多少人是还有行动能力的？前2天统计还有3万，现在估计还剩90%吧。在场所有人脸上都显得特别凝重。老许走到窗边，看着室外的大雪，估计已经覆盖到成年人脖子的位置，再不加紧时间就更加难熬。白茫茫的一片，想要走到3公里外的防空洞，难度可想而知是有多大。他拿出指南针看了看方位，幸好这小东西没有失灵。站在窗前思考了一番，确定好方向后，老许回到会议室，当即向另外3名组长说道：我们不能再拖了，现在必须要提前派人去3公里外寻找防空洞，确定好位置，不然等到带着避难所全部的人转移过去才开始寻找。先不说他们愿不愿意，这其中存在的风险就很大。稍微年长的陈组长说道：可是队长，我们这次一共带过来的人手不是很多啊，我这个小组，小吴的小组再加上小张他们小组一共才15个人。虽然还有医务人员是跟我们一起来这个避难所的，但是不能让他们出去寻找呀。其他2人也点点头，表示认同。在没有定位的情况下，光靠着大概的方位去寻找，难度还是不小。再加上现在下雪的厚度越来越高，路面上全是白茫茫的一片。老许思考一番后，看向小吴、小张2人：你们2个带10个人一起去寻找防空洞，剩下的跟我和老陈在这里守着秩序。2人对视一眼，点点头，只能是这样子了。老许递过手中的指南针和地图，在上面画了几个圈，确定好方位后，又嘱咐了几句。小吴、小张2人站起身行了个礼，异口同声的说道：保证完成任务。接着就向楼下走去，开始集结队伍，准备往3公里外的防空洞出发。楼下的队伍休息室，2人把老许吩咐的命令传达给各个队员后，众人开始收拾装备，穿上防寒服，带上防寒装备。随后10人穿过大厅，来到门前。所幸每天都安排有人清理门口的积雪，不然现在连门都打不开。还在楼下瑟瑟发抖的其他人看到这幅场景，都开始小声议论了起来。其中就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那个秃头男。他凑向旁边的人说：刚刚出去的这些人好像是维护人员，他们是不是丢下我们自己跑路了？旁边的大姐听他这么一说，脸色一白：应该不会吧，他们不是来保护我们的吗？哎，末日下人心难测，你看现在分给我们的物资越来越少了，是不是看我们好欺负，想把我们都冻伤饿死，然后自己占着物资好活下去？大姐将信将疑的又抬头看了一眼刚刚队伍离开的方向，嘴里嘀咕一句：最近好像确实是给我们吃的减少了不少，都把我饿瘦了。2人的讨论声越来越大，旁边也有不少人听到了，都往秃头男那边看过去，就连胖子也不由得把耳朵竖起来，认真的听着。正当秃头男说的正起劲的时候，一个身影直接把他踹倒在地，大骂道：秃子，怎么哪里都有你？上次在群里害了同你一个小区的一家子，现在又想在这里搞什么幺蛾子？我小包子好不容易找到个舒服的地方躺着，你搞什么飞机啊？吃饱了没事干是不是？秃头男一看是在别墅里揍过自己一顿的刀疤男，心里恨得牙痒痒。好你个刀疤男，管你是大包子还是小包子，我说的是事实，上次的物资还是你拿最多，大家快过来看啊！这个刀疤男小包子他不但打人，还抢了别人的物资，大家都过来看啊！他身上一定还有很多物资，看见他身后的麻袋了吗？就是装在里面的，我们一起上，把他控制住，物资我们大家平分共享。周围的人看了看秃头男，又看了看小包子，可能是因为小包子脸上的刀疤，让大家比较倾向于相信秃头男，于是纷纷上前把小包子围住。旁边的胖子也想上去凑热闹，却被钟宇一把拉住了，开口劝道：胖子，我看其中的事不简单，我们最好先在旁边吃会儿瓜，看看事情走向。小包子看见那么多人围了上来，不由得在心里嘀咕：早知道就不该把胡萝卜吃了，本以为在这里能安静的当个摆烂的包子，看来我还是高估了这些人在末日的反应，真是晦气。随后小包子放下麻袋，摆出御敌的姿势。正当气氛愈演愈烈的时候，会议室里的老许跟老陈走了出来。够了，都给我停下！是不是分给你们的食物太多，吃饱了没地方消化，都跑这跳广场舞呢？秃子看见领队的老许后，立刻表现出一张委屈的表情，
跑上前抱着老许的大腿，哭着喊道：“队长，你可要帮帮我呀！这个人，这个小包子不分缘由的上来，就是给我一顿胖揍。你看我的帅脸，都被他打成中分了。你不是秃头吗？你别看我秃头，我可是有着一颗中分梦。好了，别胡扯了。”老许转头看着小包子问：“你说怎么回事？”“没什么事，就是听见有苍蝇在嗡嗡乱叫，吵到我了，顺便清理一下而已。”“哟嚯，小伙子还在这耍帅呢！不要以为看过几部古惑仔就能在我面前乱摆弄绣花针。”一边的胖子听到这，没忍住笑了出来。没等终于捂住他的嘴巴，老许一个眼神瞪向胖子：“还有你们，光看热闹都不过来劝架是吧？老陈把他们全部记上，今晚分配的食物都减半。”老许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他身旁老陈的军用对讲机滋滋的响了起来。老陈一看，是上午出去寻找防空洞的小吴那个频道。“怎么了？小吴是有防空洞的消息了吗？”在众人的期待中，先是滋滋啦啦的电流声，随后是小吴筋疲力竭的声音：“对，队长，不好了！我们10个人一开始刚到地图上标记的地点附近，就分成了3队，觉得这样能提升寻找效率。可是随着时间推移，我这的通讯与小张跟另外一支小队都断开了。当我意识到事情不对劲的时候，想出来寻找他们，可是这大雪一直不停的下，把他们的足迹都掩盖完了。”老许拿出他的军用对讲机，调到小张队伍的频道，任凭他怎么大声呼唤，都没有消息传回来。旁边的其他人听到刚才的对话，也大概明白了，原来早上出去的那批人并不是抛弃他们，而是为他们前去探路，寻找下一个有效的避难点。想到这，先前的大姐看向老许说：“这位同志，我替刚刚我说的那些胡言乱语向您道歉，真不应该听信旁言，就在这胡闹。”说完狠狠地瞪了一眼秃头男，其他人也纷纷看向他。秃头男羞愧地低着头，一声不敢吭。“好了，你们胡闹的事情就先不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人手前去支援。你们这里有人自动报名吗？”众人听到老许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一时沉默。也是，这外面冰天雪地的，估计现在外面都已经零下70摄氏度了。就在场面鸦雀无声之际，小包子站了出来，举手道：“我报名。”接着钟宇、大宇也站了出来：“我们俩也报名。”胖子看到钟大宇两兄弟都报名了，也不甘示弱的往前挤，举手说：“俺也一样。”接着大家又齐齐转头看向秃头男，感受到大家的目光，秃头男颤颤巍巍的举手说：“算我一个。”老许点点头，对几人说：“跟我来，穿好装备，准备出发。”等到大宇、钟宇、胖子等几人都穿好了抗寒装备，老许转头对老陈说：“老陈，你在这里稳住人员，我带领这几个小伙子刨地3尺，也要把失去联络的队员找出来。”老陈点点头：“许队，时刻注意好安全，外面风雪交加的，行动别太激进。”接着众人在老许的带队下往大门方向走了出去，一路上秃头男都在那畏畏缩缩的。小包子为了防止他在半路搞出什么幺蛾子，特地走在队伍的后面盯着秃头男。众人沿着老许制定的路线行走着，来到之前跟小吴通话的位置，看到小吴做的标记后，进入那个房子里面。小吴正和其余2位队员在里面休息，看到老许后，又把之前的事情都说了一遍。老许点点头，接过指南针跟地图，3个地方，小吴你们搜查的这个点不是防空洞，那就剩下另外2个了。接着老许继续带着众人徒步前往第2个标记点。片刻之后，大家来到一个商场大楼，这里是第2个标记地点，周围静悄悄的，除了刮风下雪的声音之外，再也没有多余的了。老许挥挥手，示意大家接着往下一个地点出发。等到他们来到第3个标记地点后，老许眼尖的看到墙上刻有一个星星的标志。他们来过这里，这是一个类似地下车库的地方，但是白雪覆盖，只露出一个小包。大家分散去寻找一下能进入车库的入口。没有一会儿功夫，终于喊道：“许队，快过来，我这边有一个入口。”等到大家从入口进到里面后，确实是一个车库，地面上还留有人走过的脚印，这脚印很新，有可能是小张他们。大家小心，跟紧我。随后众人跟着脚印往车库的更深处走去。这时终于开口说道：“大哥，我怎么觉得这是在走下坡路呀？胖子，你觉不觉得？”“确实是，我整个人都想往前面滚了。”大鱼也点点头，表示认同。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了一个拐角，老许跑上前一看，竟然是一扇闭合的大门，看着上面几个大字，显然他们找对了地方。门旁边的密码锁盖子已经被打开，看来小张他们果然来过，并且已经打开门进去了。这个密码是老许出发前就告诉了他们的。
大家戒备。小张他们已经进去了，但是却没有联系我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我现在输入密码开门，你们其余人看准时机。身后其他人点点头，随着老许输入密码，大门缓缓打开，防空洞里面涌出一股暖流，仿佛里面有暖气一般。映入眼帘的是，地上躺着7、8个人，正是小张带队的几人。看见倒在地上的小张几人，老许冲进了防空洞里面，把他们拖了出来，探了一下他们的鼻息，幸好还有气息。老许对着小张上去就是啪啪啪几个大壁兜。不一会儿，小张悠悠转醒，看到面前的老许，立马坐直了身子。许队，你们怎么来了？我们这是睡了多久？不算太久，也就上午到现在。说说你们这里是怎么回事？我这个标记点，因为之前考虑到是停车场，于是我们跟小吴他们那队分开后，就先来了这里，想着人多能快速把这里搜索完，然后去下一个地点。可是进来后发现直接就找到了防空洞，于是我们输入密码打开门进去，可是由于不熟悉地形，不小心触碰到了防御系统，大门就直接关闭了。加上这个防空洞平常应该不经常打开，里面的空气不是很足，我们几个人就晕了过去。好在我们在上面车库大门留了标记。了解了事情的大概原因后，老许点点头，这也解释得通为什么之前军用对讲机一直没人回应了，原来是这几个家伙全都晕倒了。还好老许他们及时出动，来得及时，把门打开，将他们拉出来呼吸新鲜的空气。接着老许拿出防空洞的地图，对照的上面的内部结构图，找到了这个防空洞的指挥中心，在里面打开了内部的空气循环系统。所幸这里的设备是放在地下，没有受到寒流的多大影响，毕竟这些都是军用级别的东西。看着外面的空间亮了起来，老许又前往建筑图上标着食物储存的房间。打开房间，里面是一箱箱的脱水蔬菜，还有水果、面条、食物。巡视一圈，老许还看到有种子、植物营养液等等这些能无土栽培的物资。这下好了，吃的暂时不用考虑了。然后他又走到下一个房间，这里是整个防空洞的供暖供电的动力系统。打开门一看，把老许吓了一跳，因为他看见了不只是采用了新型的氢能源，旁边还有一个更加吸引人的标志，上面写着备用能源这4个大字。现在只要把之前避难所那里的人都安置进这个防空洞内，熬到上面通知冰封结束，再出去重建家园就可以了。接着老许来找到众人，先是用对讲机跟老陈说了这边的情况，让他做好迁移人员的准备，然后安排了小吴带领2名队员，还有大宇、钟宇、胖子等人回到避难所，把其他人带来这里，而他要带着剩余的队员亲自守着这个防空洞，不能有什么闪失。随后就是众人有序的转移了。我看着手机里的监控，刚好能拍到浩浩荡荡的人群，看着他们迁移的大部队，看来是找到新的避难所了。希望他们能熬过这个寒流来袭的冰封末日。老爸走过来说：“鱼啊，前几天种下去的蔬菜种子发芽了，一会别忘记去给他们浇水。我回房间运动一下。”接着神秘一笑，我欣慰的看着老爸，一家人能在这末世下生存下来真好。这时阿花在房间里喊道：“百鱼，快来，我发现了一部好看的电影，快来跟我一起看。”嘿嘿，还浇什么水？先看电影去了。尊敬的市民朋友，本次冰封寒流来袭，预计时间会持续3年左右。预测造成本次寒流来袭的原因是环境遭到破坏，导致地球臭氧层稀薄，甚至出现漏洞。请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做到保护环境，爱护自己赖以生存的每一片土地。我与大家一起等待冰川溶解的那一刻。我看着手机收到的一条视频，这冰封要持续3年了，那我得抓紧时间了。接着继续埋头跟阿花看起了电影。我跟阿花拉着小百鱼，一家子走出了别墅的大门，看着外面风和日丽的，尽管还有部分的雪没有融化，但是温度已经没有那么冷了。很庆幸我们熬过了这个冰冷的末日，今天就是未来美好的开始。从今天开始，做一个爱护环境的人，让下一个冰封永远不再降临。Better come correct. Bring the beat back.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He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He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Better come correct.
Bring the beat back.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Oka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Oka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